Google 早前推出咗佢哋最新嘅 Pixel 系列手機，今次香港依然都係冇份嘅。不過點都好啦，手上嘅就係 Pixel 7 Pro。今日同大家睇下呢部機啦，仲諗緊用唔用水貨價入手佢嘅話呢，記得睇落去啦。介紹下自己先，我 Wallace 呢個頻道會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手機、平板同埋手提電腦嘅評測，想睇下多就記得撳個訂閱掣啦。今年嘅 Pixel 7 Pro 設計上同上年大致上一樣，機背咧就係兩面玻璃嚟嘅，鏡頭組同上一年一樣都係擺喺上方嘅鐳射眼呢個位。不過今年就係感嘆號嘅形狀，結果 iPhone 前鏡頭所傳嘅感嘆號設計咧就俾 Google 用咗啦吓。而啲邊位同上一年唔同，係一體成型嘅鋁金屬材質，會比上一年嘅塑膠設計同埋就咁黑色一嚿嘢咧係睇落高級咗嘅。機身背面隻玻璃嘅膠感其實都幾重嘅，反光都幾犀利，所以呢部機咧就俾你嘅設計就唔會俾到你好旗艦機嘅感覺啦。今年 Google 喺呢部分似乎就少咗啲誠意啦，而隻色都係普通少少嘅，雖然手上呢隻霧灰色睇落都唔差，但係又未至於令到你覺得可以攞嚟鑑賞嘅感覺啦。重量212g，連埋機套230g。機身厚度同 S22 Ultra 差唔多，不過攞喺手嘅感覺，我覺得佢係好揸過 iPhone 14 Pro 同埋 S22 Ultra 嘅。佢啲邊位係四邊都係弧邊設計，所以攞喺手咧係冇其他兩部咁刮手嘅，用落我自己覺得都係舒服啲。今年嘅指紋解鎖速度同埋準確度都好過上一年，用落咧係會可靠過上一年嘅 model。今年亦都有埋面部解鎖，不過功能上就冇去到 iPhone 嗰隻 Face ID 咁安全咁準確啦。仍然呢部機都係水貨，用唔到 5G 啦，用唔到 VoLTE 同埋 WiFi call 啦。如果你住嗰度收得唔好嘅話，你又需要呢個功能嘅話呢，咁就唔好意思啦。至於佢嘅網速有幾慢呢？數字上就一定差嘅，不過日常用就冇乜大問題。係你如果單嘢嘅話就有啲辛苦咯，要耐啲先得咯。螢幕今年都係一塊6.7寸 QHD AMOLED 螢幕，支援 HDR10 Plus 同埋 120Hz 螢幕刷新率。螢幕玻璃用翻 Gorilla Glass Victus， 螢幕兩邊係曲面屏，不過就冇 S22 Ultra 咁曲得咁犀利。佢嘅 120Hz 係 LTPO 嚟嘅，實際用落你只係喺螢幕設定嗰度可以校到160同120咁變，而靜止同睇 YouTube 大部分時間都係60同120。喺睇 Netflix 嗰陣時，你會見到60。亮度今年係1000 nits，HDR 峰值1500 nits。實際測試普通日常使用亮度600 nits，HDR 可以去到1000幾 nits 嘅。不過佢就冇 iPhone 同埋 Samsung 室外可以扯得到咁光嘅調校。出街用嘅話，如果淨係要俾亮度嘅話，就冇咁出色啦。螢幕畫質亦都可以俾你校 1080p 或者1440p 去顯示內容。然後我哋同 iPhone 同埋 Samsung 比較下先。試下播 YouTube， 大致上三部機俾你嘅色彩表現都係差唔多，就咁睇咧，其實分別就唔大嘅。係要講嘅話咧，就全屏體驗就會好過 iPhone 一啲。顏色 profile 就有兩個，自然同埋自動調節。至於色域表現，自動調節嘅表現就冇咁好，Adobe RGB 得70幾% 嘅啫。不過 Delta E 都可以細過1嘅。至於自然模式嘅色域表現會再差少少，而色溫兩個模式都係6500K 左右。而 Pixel 係冇得調校色溫嘅，對色差比較敏感嘅人呢就要注意啦。聲音就雙喇叭設計，聲音就質素中挺啦，低音唔特別強，亦都唔算大聲咯。鏡頭今年係用一個5000萬像素主鏡頭，一個1200萬像素超廣角鏡同埋一個4800萬像素5倍光學原攝鏡。今年嘅改動同埋功能引入就有幾樣嘢。首先最多人關注就係模糊修復嘅功能，即係可以用 AI 將蒙嘅相變翻清。不過我自己發現本身 Pixel 影嘅相咧本身都好難影到好蒙噶啦。所以我就用下以前啲相落嚟比較下啦，結果你就見到咧，其實個效果都幾顯著嘅。第二樣就係多咗 Cinematic Blur 嘅影片拍攝方式都係抄 iPhone 嘅 Cinematic Mode 啦，即係咧，用 AI 嘅功能去模擬拍片嘅時候嘅淺景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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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嘅功能去模擬拍片嘅時候嘅淺景深效果。
不過呢個功能咧係冇 iPhone 咁完善嘅，只係俾你拍到 1080P 同埋冇得後製調校自己想要嘅淺景深啦。另外佢嘅勾邊處理咧都幾差下嘅，人像都好少少，但係物件就唔得啦。暫時我覺得咧都唔算太可用嘅，我自己覺得佢隻 blur 咧係會假啲咯。跟住第三樣嘢就係支援10bit 嘅 HDR 4K 嘅錄製選項啦，可以喺你手機嗰度拍到比較高對比度嘅影片。第四樣升級就係隨住 AI 嘅效能提升，佢今代喺夜拍嗰陣時咧，可以用更加少時間用 Light Mode 影到一張相，同埋相片後製嘅時間都少咗嘅，比起上年個拍攝體驗同埋流暢度都會高咗。跟住仲有一啲功能引入，佢今代就係用咗混合算法，當你用主鏡頭做裁切影相嗰陣時，佢會自動用遠攝鏡成像加強相片中心嘅影像細節，令到相片嘅裁切嘅情況下咧，清晰度會高啲。仲有一個功能係 Samsung 出先嘅，就係放大拍攝嘅時候就有穩定對焦框，影相嘅時候就會方便啲，易啲影到想要嘅相。日拍表現喺高光差嘅環境下 ，iPhone 睇落係自然少少嘅 ，S22 Ultra 係會偏鮮色。Pixel 嘅暗部就推得太光，令到成張相睇落會假咗啦。大致上日拍嘅調校3部機主要嘅分別就係 S22 Ultra 整體嘅色調會鮮豔少少 ，Pixel 色調上淡啲，冇咁重味精感，但係暗部推得太多，推到有啲假咯。iPhone 就偏暖色調嘅。同埋佢會提升咗少少自然飽和度，暗部就冇推得太勁。以日拍嘅整體觀感上，我自己比較中意 iPhone 嘅調校多少少，唔會鮮得太假，成張相嘅光暗位亦都會比較自然。遠攝鏡比較細節表現去睇 iPhone 都會 detail 啲嘅。S22 Ultra 嘅字冇 iPhone 咁清，而 Pixel 因為冇3倍鏡，所以主攝鏡去做裁切嘅啫。喺3倍嘅環境下，所以睇落都係會朦啲嘅。不過 Pixel 有5倍鏡，再 zoom 遠啲去到5倍嘅表現就會好啲啦。而 S22 Ultra 就係10倍打後嘅表現優勝啲，因為有10倍鏡。而雲層嘅細節去比較 ，iPhone 同埋 S22 Ultra 嘅表現都會好過 Pixel。色調上下晝接近日落嘅時間 ，iPhone 嘅色調同其他兩部係完全唔同嘅，睇落反而冇咁自然。Pixel 嘅調校接近肉眼睇嘅環境多少少咯。至於你又中意邊部機拍出嚟嘅日拍表現呢？歡迎喺留言嗰度講下嘅。今年亦都多咗微距功能，微距呢一部分，如果影植物 ，iPhone 會偏向鮮色 ，Pixel 會睇落平衡少少，冇咁刺眼，而 Samsung 會有模糊嘅效果，色調都係偏鮮色。至於影文字，之前都講過 iPhone 今年嘅主鏡頭影字嘅邊緣位會有化開嘅情況 ，Pixel 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S22 Ultra 就會 sharp 啲啦。食物相之前都講過呢一部分通常都係 Samsung 取勝嘅，因為 Samsung 對於食物嘅顏色調校會比較進取，飽和度會推高啲，整體會鮮色啲嘅。同樣嘅表現 ，iPhone 同埋 Pixel 都 OK 嘅，不過 Samsung 就喺呢一部分咧睇落會更加靚咯，我自己覺得啦嚇。至於夜拍高光抑制嘅效果 ，Pixel 係做得幾出色嘅，招牌嘅過曝情況係冇咁犀利。不過依然都會見到啲暗位係會特登推光咗嘅，影像細節嘅表現去比較 ，iPhone 會出色啲 ，Pixel 嘅表現就冇咁好啦。色調去比較 ，Pixel 嘅天空會特登調翻藍色，燈光會調翻白色 ，iPhone 嗰隻會偏咗黃嘅感覺 ，Samsung 就調到藍藍紫紫咁樣啦。我自己去睇落 ，Pixel 嘅整體效果睇落舒服啲啦。仍然你會見到 Pixel 嘅調校偏向將暗部推得光啲嘅。喺呢一種光差比較大嘅環境下，睇落咧就相對上冇咁自然啦。至於再暗啲嘅環境，你會見到啲細節位 Pixel 係會弱啲，始終 Pixel 用嘅 sensor 唔夠大，就算 software 調校得好，都始終未有其他兩部旗艦機入光量，所以喺低光嘅環境細節表現 Pixel 仲係有改善空間咯。以樓嘅暗部細節去比較 ，Samsung 同 Pixel 都推到偏光，睇落就唔太自然嘅。iPhone 就反而幾好啦 ，iPhone 今年有嘅新功能令到佢喺2倍嘅時候嘅拍攝表現得幾好。相反 Pixel 有像素融合都好，都係好明顯會多啲雜訊嘅。但係 iPhone 3倍鏡嘅表現都真係唔係太好嘅。S22 Ultra 會比較清同埋少啲雜訊，而 Pixel 嘅5倍鏡都唔弱咯。另外值得一提嘅係光暈嘅情況一直以嚟都係 iPhone 嘅弱項，至於 Pixel 都有呢個問題。似乎 Samsung 喺呢個部分就出色啲啦。
人像表現 Pixel 雖然膚色調校幾好，如果淨係睇膚色嘅話呢，我比較中意 Pixel 嘅調校，但係影像太暗。我自己中意 iPhone 出嚟嘅人像效果多少少嘅。只要用高一個倍數去拍攝人像 ，Pixel 面部瑕疵太明顯冇咁好睇，反而 S22 Ultra 嘅成像就會好啲啦。影像模糊同埋整體畫面嘅細節都係幾出色嘅。夜拍人像 Pixel 嘅膚色調校同埋畫面睇落係最舒服，但係放大嘅細節、面部同皮膚嘅細節呈現咧就過度銳利，放大去睇就冇咁靚咯。不過整體嚟講，主攝鏡嘅人像表現喺黃燈嘅環境，相嘅色我比較中意 Pixel 嘅人像效果多少少。再夜啲黃燈再強啲嘅環境下，當下嘅環境 S22 Ultra 嘅顏色會比較接近。iPhone 喺呢個情況下顏色調校會好少少。至於遠攝鏡夜拍人像嘅表現 ，iPhone 3倍鏡嘅表現就係唔係太好 ，Samsung 嘅3倍鏡會出色啲。Pixel 嘅2倍表現都唔差，但係如果 iPhone 用翻2倍去拍攝嘅時候呢，表現就幾好啦。至於呢一張隔離有光打喺塊面嘅相 ，iPhone 嘅調校會好啲嘅，其他都爆晒。雖然膚色嚟講 Pixel 都係幾好嘅。自拍鏡1080萬像素，同樣膚色調校 Pixel 表現得唔錯嘅，不過細節就好明顯 S22 Ultra 出色好多。至於 iPhone 就起晒渣同埋太暗啦，睇嚟 iPhone 嘅自拍鏡仲要繼續努力啦。拍片表現同 iPhone 14 Pro 去比較，浪 HDR 模式下 ，iPhone 嘅曝光同膚色調校都會好啲，而拍片穩定兩部都唔錯嘅。不過 iPhone 係會出色啲咯。至於夜拍效果就比較大分別 ，Pixel 會比較暗同埋多雜訊，行嘅時候亦都會明顯睇到電子穩定嗰種模糊效果。只要我哋睇睇個效能，今代佢係用 Tensor G2，之前呢有傳佢係4納米製程，結果 Google 澄清翻佢係用5納米製程嘅工藝。今年主要佢嘅晶片提升咗60% 嘅 AI 效能表現，同埋20% 嘅 AI 表現效率，所以今年去睇佢嘅跑分表現同上一年嘅 Tensor G1 相比，佢嘅表現提升就唔算大，同其他旗艦機嘅表現差距都幾大。佢嘅表現只係好過 Nothing Phone 嘅 Snapdragon 778G 多少少嘅啫，圖像效能分別都唔係好大，跑分都係拉唔出距離嘅，同旗艦晶片都有一段距離咯。跟住我哋實際測試下啦，測試用到元神，最高畫質嘅表現好一般嘅啫，平均都係31 FPS。至於溫度表現呢，半小時嘅測試都係暖少少，用落就唔係好覺熱嘅。跟住試下 Diablo， 最高嘅畫質表現都係唔得，平均都係34 FPS 嘅啫，玩落都經常有 drop frame 嘅情況。打機表現 Pixel 7 Pro 咧，今代嘅表現真係唔係咁好，睇嚟要繼續努力啦。發熱去睇 Pixel 用落都係熱，同埋會因為過熱而再降頻。今年嘅整體表現好咗，佢嘅發熱同降頻嘅情況改善咗。佢喺壓力測試下嘅溫度表現其實都唔錯，機背位大概40度左右，其實就唔算好熱嘅啫。效能呢一部分我自己覺得係有啲失望嘅，始終佢定旗艦機嘅定位啦，但係咧就效能同旗艦機就唔係同一個層次啦。最後電量啦，5000mAh 呢部機嘅續航力就冇特別提高到啦，加埋呢部機咧就香港冇得用 5G， 所以我自己咧呢部機就電量好夠用噶啦。至於充電就30W 有線，23W 無線充電，充電速度都係偏慢嘅。睇嚟呢個部分 Pixel 仲要繼續努力啦。至於無線充電，我諗要買翻 Pixel 自家嗰個 Pixel Stand 先至會有更加好嘅充電速度咯。至於 UI 咧，就上年都講過啦 ，Google 加持嘅 AI 功能係幾好用嘅。之前講嘅例如就係智慧鏡頭啊 ，Copy App 入邊嘅文字嘅功能。而仲有一大堆發佈會講過嘅一啲 AI 相關嘅功能，例如收到人哋 voice message 嘅時候可以自動 translate 做文字，方便你睇；仲有開會或者做訪問嘅時候可以自動幫你偵測語音再打逐字稿；仲有打去一啲要撳數字嘅電話嘅時候可以自動幫你去認唔同嘅選擇。不過暫時好多功能都未支援中文，香港用戶亦都唔知等到幾時先有，係有啲可惜嘅。整體界面用落都係幾舒服同埋夠簡單，我自己用嘅時候咧就覺得好 smooth， 冇 Samsung One UI 咁窒同埋咁多嘢睇咁眼花啦。今次嘅 Pixel 7 Pro 咧，今年嘅整體更新係唔多嘅，都係多咗啲軟件功能同埋影相嘅 AI 運算好咗。用緊 Pixel 6 Pro 嘅系列用戶就未必需要諗呢個更新啦。
Google 行緊自己嗰條路啦，冇其他公司嗰種咁鬥堆 spec 同埋效能，佢都係專 AI 嘅功能喺手機裏邊嘅使用。你又點睇呢部機呢？留言講啦！今次就係咁多啦，中意我 video 就記得撳個訂閱掣，撳埋隔離嘅鐘仔，有新片嘅時候呢，你就會即刻收到通知噶啦。我係 Wallace，我哋下次見，拜拜。